人间呢有多苦难，所以有苦难的众生，我们呢去及时拔苦，这就是最能得到呢众生的心灵的贴近。所以讲起来，爱是上大的力量，可以牵引的这个众生的心。所以我们很期待的大家呢用智慧妙法呢如净水去灌溉这一片片的土地，再播上了爱的种子，我想呢这样就会很真正的丰富。慈就是希望人人幸福，那就是教父嘛，他富有才华，富有财力，富有专业等等，我们希望他呢在富有中呢更富有，那就是爱心。所以呢希望幸福的人是富中之福。所以呢我是在教父来济贫，在这个过程中尊重，不要让接受的人呢以为他永远都是接受别人帮助的人。所以呢我们还是开始就是要说尊重尊重，感恩感恩，成长他的慧命，让他也知道说他也可以帮助别人。有力量呢咱就教伊讲你安怎过去爱别人。比如说在老人院，那有的呢身体好的，我们就要开始呢来跟伊讲你都要去帮助身体不好的人，较少年的呢咱都要去教伊讲安怎呢去敬重老人，这也就是一种教育啊。亲像师父常常讲粒米成箩，予你一米偌的米你会当呢摕一粒的米出来救人，这粒米成箩滴水成河那一种呢会当知影讲一滴水呢放落去缸的内底呢，迄滴水呢化一缸的水内底拢有意的这种的教育让他知道说，我今天虽然在生活上有困难，但是呢我也知道我也有一分力量可以去救人，这叫做占教。佛教的内底有顿教还有占教。那顿教就是这样，带劲带气的人他就马上呢就顿悟了，他就做到了。那有的就是渐渐慢慢来那像这样我们要尊重他，要一步一步呢去跟他呢打成那一片所以这个叫做济贫，同时呢教他教父，教伊富的方法，这就是一种济贫教父的意义。1974年推展的10大建设开始带动台湾经济起飞。这一年，第一批慈济青年出现在花莲师范学校明道社。
师生一同开始探访贫户，并清扫居家环境，形成日后居家关怀的常态模式。可知道慈青，那就是慈济青年慈济大专青年的简称。也就是说，年轻人接受到高等教育，也应该多关怀人生、社会，投入人群菩萨道。应该要说，青年投入了慈济是早在1974年，那个时候慈济开始创立了义诊。那义诊在花莲那个时候就有一群花莲的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们也投入，然后也到精舍来，从此开始，这一群年轻人就跟着慈济人师姑师伯到乡下去关怀老人，而且有的时候跟师姑师伯一起带着便当，连要去关怀的那一家的家里的有几个人，顺便他们都同样的便当也准备好，去居家关怀。第一是为老人家，就是清理家庭，把家里的脏乱整理一番，然后就帮他整理。阿公就该剃头修喙鬚，阿嬷就该洗头毛大头毛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这样的一群，那个时候不叫慈青，那个时候叫聚光青年，意思就是说，在一群的年轻人当中他能发光，能发亮，把他从内心的那一颗爱的种子把它启发出来。那就是在1974年开始有这一群年轻人，但是这因缘并不很齐全，所以一段时间就没有再续缘那接下来就一直到了1989年，就第一颗种子是在清华大学还有交通大学，那就不只是种子落地而且也萌芽起来。所以这一群大学生就开始从1个、2个、3个，慢慢的，只要有心不只是本身的种子成熟，而且在不断的播种，不断的发芽，很成熟啦。所以一直到1991年开始就有这一群的大学生，他们组团回来我们的医院当志工。从那个时候开始，投入了医院去看人生，感恩我们的长治志工用爱心陪伴了这一群孩子走过来。所有的委员妈妈们都是用专心菩萨的智慧，妈妈的心来陪伴这一群孩子。
让他们懂事懂理。所以这一群年轻的心啊，把它安住了，就这样开始了慈亲啊，就一步一步呢，就很成熟。所以呢，也就在隔年的5月间，就开始成立了慈济大专青年的联谊会。开头啊，才有170多位，成立在台北分会。看看现在回来呢，是在全球的慈亲。我们真正的愈少回的时阵来接触到佛法，或者呢来接触到祖籍。相信呢，那个从最第一那个种子接触到大地一样啊，啊那无呢，嘛是同款吼，爱种基啊、点基啊，安尼较快大吼。总而言之呢，人生啊，这个学习呢，总是永远的吼，不短。我们有一群学长哦。他在外面接我的时候呢，就说：“上人，我们都长大了耶。”哦，没错，他们不只是长大，我回过头来，我就说，种子幼苗也会成长为大树来。那长了大树呢，它就要有累累的果实啊，它就是种子这样的，种子变成了大树，大树呢就开花，又是呢结果，那果实就要累累的果实啊。其实呢，无量易经不也说吗？无量从一颗种子开始，一颗种子呢能成为无量啊，无量无数。我们人间的菩萨就要这样子，就是从那一颗种子开始。1974年9月10日，时值农历7月。上人于联谊会中首次明确开示，佛教视7月为吉祥月。在此之前，源于社会上每到7月就大肆铺张、杀生祭拜。政府早于1952年就提倡节约拜拜。功德会成立后，为了破除迷信、推行正法，1968年即呼吁大众续生重于度死。1971年、1972年更提出7月孝亲、敬僧、戒杀。1974年揭示的7月吉祥月，上人已经将吉祥月、孝亲月、佛欢喜月的由来一一说明清楚，而成为日后每年此时都加强宣导的重点。的确呢，我们要提升智慧呀。假如我们不及时呢，来排斥掉迷信，那不知道将来的人间又会向着怎么样的世界哦。其实普度，这都是佛教里面的典故啊。一个是穆建连的孝，另外一项呢是阿难尊者的善，意思就是说佛陀的教义啊。比如说盂兰盆，这个盆的意思呢，就是装物的，里面呢可以装很多的这个很
色香味的食品，都亲像一个钵，亲像一个盆同款。在佛陀时代里，这出家人他们的生活里面没有颠灶，他们都是以托钵为生。印度的气候到了夏天呢，那天气非常的热，而且呢气候都变啦。迄涂骹的面顶真多种的虫或者是蛇、野工等等，拢伫迄个地上。迄当阵出家人拢是烫赤脚，怕的呢，就是出去啦，就带着汤拖带着其他的物件去互夹着所以呢，就是禁止伫这个夏天，都要集中了3个月的时间好好修行。佛陀呢，利用这样的时间为这僧团去讲话，所以呢，让人人呢心灵的洗涤在这3个月时间，那大家呢沉淀下来的时候，就会思考了很多像目犍连他就会想到了母亲他在世的时候，他的行为的确很令人担心他往生了以后呢，现在在哪里？所以呢，他在静坐中仿佛看到了他的母亲，就是在魔鬼岛他是心通第一嘛，他要赶快送饭给妈妈吃。但是妈妈呢，接到了这个饭一开口呢，人讲鸡肠那亲像火在咧烧同款，嘴一擘开呢，就吐出火来，整个钵呢的白饭变成了黑炭所以尽管呢，伊的囝已经是有心通了，但是饭送到他的嘴口呢，吐出火来也无奈所以佛陀就说：你的老母这个在世间的时阵，这种的欺辱三宝尤其是贪嗔嫉妒这种的心作业真轻你要救他，单靠你一个人没法度啦，你应该呢爱用真多人已经有修行、有德、有福的人为伊祝福。所以你又在这个结夏安居最后的一天，那就是7月15，因为呢夏安居是4月15开始，所以到7月15呢是3个月足，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的心很虔诚，这个智慧凝聚那么你去造福供养，安尼呢，这大家人来为伊祝福，才有法度。所以，这目犍连尊者就用最虔诚的心安尼呢来供养佛跟经。那希望这样的功德呢，能回向给他的母亲。目犍连不只是呢供养迄个美味色香味的供养以外呢，他还要亲自呢捧了水跟干净的银因为呢因迄当阵的吃饭拢是用手抹所以呢他就是会先让大家净手了后再来吃这也是卫生教育那所以起码咧普渡就放一个面汤放金在迄个所在，那就是表示呢虔诚，这是一个点那其实呢，
人之大凡，因为有这个身体，所以呢，伊爱穿，伊爱食，伊爱享受。灵魂脱体啦，无这个身躯啊，也无物质啦，他都不需要这一些。最需要的就是虔诚。那你看这当中的人，就是敢若安尼金纸烧烧的，要从啥好兄弟保庇我吼，做事业啦吼，赚钱啦吼，囝到大汉啦，家庭平安啦，是吗？其实呢，烧遐尼诚多的金纸啦，其实迄个金纸拢是差不多这个回收再造吼的物件啦。那么，而且若要甲讲吼，伊是粗茶来制作清净的这个纸张啦，迄爱用偌多的这个树啊，恁知无？没有环保，而且呢，一烧啦，这个空气污染，所以咱应该爱知影，这个消费烧纸钱啊，是真正对当头消灾心，反而呢，更做一寡灾祸吼。所以我们还是呢，改心虔诚，咱应该呢，要真正的要虔诚的祈祷，净化内心，净化外面的境界哈。那安尼才是呢净福净慧啦。看到了现在的我们台湾的社会，已经真的呢环保意识呢已经提升起来了，人人都能理解如何来保护地球，如何呢来减碳呐，那这都是呢人人在推动。宜兰盆会呢，意思就是救度贤呐，最痛苦的地狱呢，或者是畜生哦，那都是呢在苦难中，恶鬼都在苦难中，那一种的苦呢，就像我们人被盗贤的那样的苦啊，所以要救度贤，这个一个形容啊，如何来普遍在苦难中呢，能救拔他？政府也在提倡哦，慈济开始就呼吁了啦，从72年都可以找到了过去所说的在大型讲话的地方，都已经呢有登在我们的夜刊。这几年来，我们慈济人呢都很积极的大家修行啊，去提倡的不要迷信，我们人人呢不要再烧了这样的金纸来污染了空气你应该呢就是将烧金纸的钱给摕来做救济就好啊。那这都是呢毫无迷信呐只要我们真心的为人间而付出，那这样的因种的是好因啊，结的都是好缘呐，这样的正气啊，绝对呢是光明的，绝对呢是人人能心互相的调和，那四大呢就可以调和啊。各位菩萨们，我们要有正信，不要迷信呐缅甸华人跟我们台湾的民俗一样，慈济这几年来啦，我们开始呢跟他们接触了以后，推动环保，慢慢的把信仰的方向慢慢的辅导，已经3年3年的时间呢，已经他们转念了啦。这3年的时间呢，都不烧纸钱，而且呢，都是在用慈济的虔诚的祈祷，而且呢，教孝
教导人人懂得孝道，那辅导人人呢启发爱心，用跟台湾的方式一样的这样的人文佛法呢，进入了这个缅甸，在辅导也看到了在洛杉矶看到了人人从这个企业呢，就是爱洒推动环保，同时呢心灵环保，那大地环保就是很大力在推动，也引起了当地呢知识分子还有呢大企业家们很肯定信仰应该呢就是行善行孝，同时呢要保护健康，就茹素等等看来都是很有希望我们的人世间只要呢菩萨用心多推动这种的爱的能量的凝聚但愿呢让我们的社会更祥和，让我们的生活更简朴让我们的气候呢能消除它的污染这就是减少天灾。我们要从每一个人开始。1975年8月3日，强烈台风尼娜登陆花莲，带来严重灾害。为援助受灾贫户重建家园，上人亲自撰文，登载于同年9月5日的《慈济月刊》，呼吁十方大众捐助灾民，援建房舍。当初我想讲，要安怎样来给因帮助？才伫咱的精舍的对面迄个庄咱呢去给因买一块土地，咱就给起一栋的厝，就是一寡老人伫迄个所在伫咧生活。迄70、80岁的老人来来去去拢已经去有空的咱就给他塌落去其中有一个农民老伯伯，伊退伍了后伊拢无成家，家己一个人，就去住伫迄个新城的海边伊家己一个生活真孤僻，因为伊无厝边头尾通好讲话伊逐工拢伫海边捡石头。咱伫几年来就是伫咧关怀独居老人。咱去发现着这个阿伯这个老农民伊呢开头的时阵足排斥的，拢无爱接近人，伊也无爱互咱的志工挖近因。咱的志工呢想讲这老人身体阁无好，阁较侪岁所以足耐心安尼一直无死心，不断的去接近伊。那么这个阿伯呢，伊感觉到讲，这一群人每一次来我骂他，我不理他，我吼他，但是呢，他们还是不断的来。每一次来呢，都是轻声柔语。这一群呢，真的是好人。这慢慢的，他接受啦，我们的志工呢，就开始呢跟他互动啦，都知道他不是生活有问题，只是需要有人关怀他。你平常怎么样？是政府给你的养老金？政府给我的养老金。家乡哪里本来我是广东人，广东人都讲过。有没有再回去过2次。回去2次。回去2次。
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家人啊？就我都没有什么家人，才只有亲戚啊。我爸爸、伯伯的纪刚呢，就把他带来我们的精舍了。那一天他看到我啦，我就问他讲怎么样啊？你到这儿来是第几次啊？第一次。我说来的觉得怎么样啊？好开心啊！我到这儿来啊，我心里呢都好舒服啊。我说你可以天天来啊，常常呢，你假如喜欢来，志工呢可以天天陪你来啊，来这里走一走啊。好啊，可以来吗？说可以来啊。那后来就跟我讲一讲，哎，师父你很好很好。我说哪里好？是志工他们好呀，那他们都是好人，他们都是好人呐。纪刚就跟我讲一讲，是啊，师父现在呢就是要做希望工程啊。他说对啊，我知道你有希望工程要做啊。你怎么知道？我看电视的，我也看报纸啊，我知道你要做希望工程。我说是啊，怎么样啊？他说我也有钱可以捐呐。我说你要生活啊？哎呀，生活简单呐，马马虎虎吃啊，肚子饱就好了。真正是一个真洒脱一个老人家，他刚讲的足欢喜的。要回去的以前，因为咱的委员跟我讲嘛，讲迄间厝无够2平半，还不到2平半嘛内底拢安尼破干呢我就讲听说你那个房屋都破烂掉啊，还不到2平半呐，你还要住啊？不知要住哪里啊？我说我们有一个房屋，你要不要去住啊？你说可以吗？我说可以啦，只要里面没有人住你都可以去住啦。那里面有老人家你们都有伴我可不可以去看啊？说好啊，他们要陪你回去的以前，你可以去看一看啊。那你志刚呢就给带去啦，去看看咧你就讲考虑看看，还是舍不得那个2平半的就回去啊。回去在这车要回去新城的这个路中啊，你不是有龙洞吗？那我们的志工就讲龙洞是100万呢。他说我有啊，迄志刚真的行一个呢那志刚就回来就跟我讲，伊讲那呢陈伯伯他说啊，他要做龙洞我就讲老人家他是一时的感动所以呢，你不要这样给收来几十年扣石头的钱啊，你哪会通安尼给收？唔通啦，伊就搁去跟伊沟通啦。伊讲去跟伊沟通的时阵，老先生他很生气伊讲你看，我拿给你看，他就拿一包出来内底呢有2张的订单单。伊就讲伊讲我可以捐嘛，你看我这个钱又要放在哪里嘛？万一我死掉了，那么还不是被没收掉呢？你趁着我活的时候，让我做龙洞嘛！所以委员就回来跟我讲这个话啦，讲安尼敢好？无你搁跟伊沟通一下，你也讲这个钱咱甲保存起来在慈济呢，帮他开一个专户他要钱就可以来领那就好啦，不要这样子就交出来伊就搁跟伊讲，都足生气的伊就讲我快80岁了，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我希望呢，今年师父就为我受证这是他的愿望所以真正呢，我就讲既然你遐尼真有心啦，我讲安尼好啦，就可以甲受证。那么甲受证迄天遐尼欢喜干呢到处都说，你看我今天就是龙洞。
他就是好高兴，好高兴呢。那伊住伫迄间厝真正袂大哩啦。迄真正风台若来，我是感觉着讲吼，这天公毋知安怎拢疼憨人啦。哪会吼？迄落厝吼，当年的风台哪会袂飞去吼？都很奇怪咧。真的2平半较加尔呢。迄厝吼，拢伫头前会当通看到后壁内底吼，拢是真破烂的物件。哪会安尼大水吼，也袂去甲淹着迄个内底吼？真想不透啦，真的是想不透。不过呢，我就甲伊讲，我讲吼，是毋是甲伊讲，拜托伊过来这边住。所以咱的资生队呢，就搁再去甲发，搁甲去擦擦的吼，内面甲清清的，搁甲带去看。伊就讲吼，真的吗？师父不安心吗？因为伊也搁皈依嘛吼。真的师父不安心，我住在这里吗？那我就给师父安心好啦。就果不其然就带来咱这边啦吼。那是第一个哈。这已经呢是老人，也是我们的龙董。那再隔2天呐，又另外的一位也是老农民，他一世人是性格欠用，伊呢陆陆续续吼，伊拢知影讲，师父要去病院，师父要去学校，性格欠用，捐200几万伊个是吼，拢伫病院内底伫咧做志工。伫内底伫咧做志工，逐工都去透风落雨吼，都做志工呢。那么咱的委员迄几工看伊安尼迄间厝吼，家己足孤单，去甲伊鼓声，讲吼，我带你来去看啦，吼，人家呢是某某人都已经住进去啊，你为什么不住进去呢？你们2个人啊，还有旁边还有其他的老朋友啊。你在这里当志工啊，回到那一边呢，你也可以当志工啊，你去服务这些老人嘛，吼。那看个高声，再用车个再去看，讲，那也好吧，吼。所以搬厝，吼。所以讲起来呢，咱实际呢，就是说，真多人的爱心合过来。恭祝上人万岁！哎呦，万岁！身体健康。好。还有呢？伊迄天团圆夜有回来围炉有无？有啦。你回来围炉，师父都没有看到你。好，那他写的嘞？小小赚一点钱。你怎么这么多钱呐？给那个上人捐往灾区救痛苦的人。好，多谢。好，帮你到国际去救苦难人，对不对？好，感恩你。你有没有拿到师父的红包？谢谢上人。感恩。好，感恩哦。好，慢慢走，你要照顾好自己哈。好。好棒哦，101岁了。我们花莲呐，年年都会到了长者之家。我们的在康乐村里啊，陈才老爷爷还有几位呢？住在小竹里啊，不只是帮他们清啊扫啊，还要油漆哦，让他呢辞旧布新一下哦。那还要油漆的，老人家呀为他剃头哦。哇，陈才爷爷呢，他就说爱给我剃好光哦。再来去见师父，才有礼貌哦，看也是很温馨哦。他是人生典范呐，应该说来也是我们大家的宝。他呢是曾经拍过8点档的《极色黄昏》哈。
是一位呢很有智慧的老人家，他叫做成才爷爷，在慈济里呢也差不多人人都认识他。那高度啊哈，保佑上人身体健康万岁。也要保护你健康。你要吃啦，你就是少吃啦。上人很照顾我，无从的感谢上人了。对呀，我也很感谢你呀。你要把身体照顾好，要多吃饭，营养才够，知道吗？对，你想到师父，就要照顾好自己。吃东西也好，好，我想煮多几天。想多少几工啊？哦，那就叫这样，自走路。较无力啦。比较没有力气了，哎要多吃啊，我在拜啥？不要拜，你要拜一下啦。不要，你听话，不要，我要跪下来。不要。要观音菩萨保佑少年万岁。好，看你健康就很开心。好，谢谢少年。在那里住就要安心哦。他也是肺炎呢，也是脓肿哦。可是呢，他自己还是那样的节省啊，那样的生活，他都是生活自理呀。他天天呐，还是自己种菜呀、摘菜呀，自己呢煮自己。总而言之呢，这位呢很有智慧，而且很有爱心的陈爷爷是人人最敬爱的。有的时候行嘛会行来静下那他就是师父的弟子，他就是每一次来都会有那样的行这个弟子礼的那老人家真的也都是呢，很令人感觉到说很可爱、很温馨那这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有一位呢，叫黄桂子，我去看到伊呢，是伊多生一个囡仔。那这个为着挽喙齿啦，伫乡下人去到红挽啦，挽了后呢，唔知安怎样去消毒的问题，还是安怎唔知，就安尼直直整干呢，真正是足大的哦。迄个时阵咧流血啊，互我真震撼呢。搁要饲囝的奶，互囝咧食奶血安尼伫咧流看落实在是足唔甘的迄个时阵，毋是住伫台东市呢，好像呢伫正远的所在，搁爱搬山，去到迄个海口的一个庄头所住的厝呢，是安尼徛伫外口，就会当看伫伊的厝后壁，伫个。变着迄种诶，很破里面呢，啥物都无。看到这对呢，患难夫妻啦，而且呢，囡仔安尼细汉啦，伊个是安尼，真正是足唔甘的。所以，把这个个案呢，委托台东慈济人迄个时阵真的很用心、用爱呢，安尼去陪伴。迄当初呢，爱迄个抚慰真诚的陪伴跟现在呢是一模一样的。那一种的真诚的爱是永恒的啦。那伫台东
安尼看拢看袂好啊。后来呢，就讲送去高雄海军病院吼，经过以后讲有一个什么，反正一个真新的仪器吼送来这个所在，那才有高雄的委员来接案吼。那经过了这样的爱的接力啦，该想看嘛，咱现在的慈济呢，不都是在这样的接力吗？所以将台东安尼该送来到高雄，尽管迄个时阵咱高雄呢，住这人不多，很少。但是同样的那一份的情，那一份的爱，同款的伊嘛是把这个案安尼接过来。这个黄桂子现在呢，已经囡仔拢真成就啊！我会记得唔知几年前啦，伊捌去花莲吼，讲要去感恩吼，迄当阵吼，真的实在是。军医束手无情呢，遐囡仔今晚拢大汉啦，囡仔拢很有成就啊。那个时候呢，孩子都很小很小啊，所以需要我们帮助。现在孩子都长大，孩子都已经呢，人人都有很成就。看，这就是讲哦，变，这嘛是伫咧变啦，好伫咧变。不过呢，迄份的爱呢是永远无变，好。所以呢，这人生啊，上价值的呢，就是爱，爱呢永远不变，爱呢真诚嘛，那就是永远是最美的。